现在这个环节就非常的重要了哈，这个环节就非常重要。大家看一下啊，你们呢要回去看一下你们自己店里面的染膏啊，你们的染膏的这种架构里面，你们必须要有这几种染膏。首先第一个，你们店里要有高明度的，我们说的叫做高染浅度的染膏啊，我们称它为叫做高亮度的染膏。那高亮度的染膏是做什么用呢？它帮助我们可以把一些很深的头发直接染到比较浅的颜色，这是其中的一种啊，就是你们看一下店里面有没有这种高染浅度的染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要看看店里面有没有这种高覆盖的染膏。什么叫做高覆盖？它做什么用？就是当我们的颜色染花了，或者这个头发很花，我们需要这些高覆盖的染膏来帮助我们颜色做均匀。还有就是什么，有一些白发，对不对？有的时候盖白发的时候，如果你用高覆盖的染膏，甚至你不加基色，直接高覆盖的染膏就可以把头发怎么样，完全的给做得非常均匀。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我们称它为叫做高质感的染膏。什么叫做高质感的染膏呢？高质感的染膏呢，其实一般都是双色调的。什么叫做双色调呢？现在大家其实在市面上染的那些颜色呢，有很多流行的颜色都是双色调的。什么是双色调？小数点后面是怎么样？是两位的啊，小数点后面是两位的啊，这样子的我们称它为叫做高质感的染膏。那高质感的染膏会出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就会相对来说，就是大家会觉得它比较时尚，这个颜色会比较时尚啊，它里面含有的色调的浓度啊，比高覆盖的要怎么样多一点点 ，OK， 比高亮度的染浅力要怎么样低一点点，它其实维持在中间，所以它染出来的头发呢，会看起来会怎么样？看起来会比较，大家说的经常会说比较高级啊，一般都是双色调的染膏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就是不是特别生硬的啊，就是啊，人家染头发上蓝的、绿的这种，不是，你看上去这个头发，它你又说不出它是红，又不完全是红，它又完全不是紫啊，它有点紫，但是有点点灰，对吧？哎，它有点点泛青啊，但是也不是完全的青。这种其实就是什么？我们称它为叫做高质感的染膏，一般都是什么双色调的染膏。那这些染膏有什么特点呢？啊，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啊，高亮度的染膏一般是什么？我们说的日系染膏，是不是啊？日系的染膏它的染浅力就会比较强。我们称这种日系的染膏大部分都是什么？高染浅度、高亮度的染膏。这样子的染膏，首先第一个，它里面的氨是一定特别多的，因为氨多，所以它的染浅力特别强。在黑发上面，它的染浅力甚至能够达到4度。如果它的天然头发是3度的话，这种高染浅度的染膏甚至能够把头发直接染，能够染浅到接近于7度的效果啊，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氨比较多。第二个呢，这种染膏里面的色素啊都是比较淡的，就是颜色比较通透，就是它色素一定不是会特别浓郁的。为什么？因为氨多，色素是没法浓郁的，它两个其实是相冲突的。如果它的染浅力强，你再把里面的色素弄得特别浓郁，那你说是不是这叫什么自相矛盾呢？对吧？本来这个染膏就是想把头发染的相对来说比较浅的，染出来的效果比较通透的，你又把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的色素，那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所以这样的染膏除了氨多以外，它的色素相对来说比较淡，染出来的效果比较通透啊。那像这样子的染膏呢，一般呢没有色度或者很少，一般没有色度或者很少。例如像是这个我给你们做过测试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这个大家看见了吗？像是12.11这个染膏，12.11这种颜色，这个颜色里面有没有色度啊？它是没有色度的，就是这个染膏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基色，只有色调啊，所以它的染浅度怎么样？它的染浅度很强，里面氨含的怎么特别多，它的颜色怎么样？颜色特别淡，染出来的颜色都会比较通透，在6度的底色上还可以再染浅，对吧？颜色都会比较淡啊，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的有点点蓝灰色的效果啊，就是一个灰色，12.11就是一个蓝灰色的效果。像12.11这种颜色，它就是属于高亮度的、高染浅度的，来帮助我们在黑发上面高度染浅头发的啊，这是其中的一款染膏啊。好，
那高覆盖的染膏啊，中间的我最后说哈，高覆盖的染膏，什么是高覆盖的染膏？高覆盖的染膏其实就跟我们说的高亮度的染膏有一点点我们说相反啊。首先第一个，它的色素浓度是非常高的，色素浓郁度很高，然后它的色度含量很多。什么叫做色度含量？就是这个染膏当中的基色含的特别多，就是基色含的特别多。OK， 还有一个它呢，相对来说基色含的多，色调就怎么样？色调就含的少。那这种高覆盖的染膏，它的氨就怎么样？还少了个氨，氨相对来说就会怎么样？不是那么的多，它就会比较怎么？比较少。为什么？它不需要把头发染得很浅，它只需要遮盖就好了，因为它色素浓度比较高，所以它里面的氨的含量就会比较怎么？比较少啊，比较少。这种染膏我们称它为叫做高覆盖的染膏。那这种高覆盖的染膏，其实在很多的产品当中都会有啊，很多的牌子的染膏都会有。哪些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就像是现在有很多的牌子，经常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染膏呢？这个染膏上面的色号是这么写的，什么55几，有没有？就是杠前面这个数字，这个色度是55-XX，是不是？还有什么66-XX，有没有？啊，就是前面这个两个数字，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色号里面的什么基色什么？基色特别多啊，这个5度的基色特别多。像这样子的染膏，它就是什么？就属于高覆盖的染膏，它就是属于高覆盖的染膏。例如像这种颜色，像5-01这种颜色也是属于高覆盖的染膏。为什么？它里面的色调只有副色调1.1，也就是说这个染膏里面也是里面有大量的什么？大量的基色，大量的基色，基色特别多，相对来说它的遮盖力就会怎么样？就会好，平衡效果就会非常的好。像这样子的颜色都属于我们说的高覆盖的染膏啊，你们要回去看看你们店里面的这些染膏当中啊，哪一些是高染浅的，哪一些是我们说的什么高覆盖的，大家要了解一下，好不好 ？OK， 好，那就中间这个中间这个染膏，我们称它为叫做什么？叫高质感的染膏。一般都是双色调的染膏，我们称它为叫高质感的染膏。那高质感的染膏有什么特点呢？首先第一个，它的色度和色调比较均衡啊，不会说这个像前面的压根儿没有色度，对吧？只有色调，也不像后面的色度特别多，它的色度和色调相对来说比较平衡啊，又有色度也有色调。然后呢，色素浓度适中，不会特别深，也不会特别浅。OK， 第二个呢是什么？以双色调为主啊。像这样子的，像这种颜色，我们都称它为像这样的颜色。像611这个颜色，我给大家举的例子，这个611这个颜色，611这个颜色其实就是属于高质感的颜色，它是一个高质感颜色当中的什么？冷色。冷色当中的高质感的颜色，6-11。第一，它是双色调，对不对？双色调，虽然色调都是一样啊，但是呢，它是属于高质感的，它又有基色，有6度的基色，也有什么？也有蓝的色调在里面，能够呈现出蓝色的效果在9度上面，对吧？它也有很强的遮盖力啊，就是色度和色调都比较均衡啊，它也有它的染浅力，虽然没有前面的这个高染浅度的这个染浅力高，但是整体来说还是 OK 的啊，还是 OK 的。就像这样子的颜色，我们就称它为叫做什么？叫做高质感的颜色啊，高质感的颜色 OK 啊，能理解吗？啊，好，继续啊。那这张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张表呢，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刚刚说了几种染膏，那这几种染膏里面的色素的含量的区别来自于哪里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5是代表什么？就是这个染膏是基色，没有什么，只有色度，这个就是5度的基色呀，这就是5号的基色。5号基色里面只含有什么？只含有我们说5号基色的这个颜色。5号基色是什么颜色啊？它是一个浅棕色，就是5号基色里面全部都是浅棕色的色素。那像这种又有色度又有色调的颜色，
例如这个双色调的，这个颜色就是5-62，对不对？这个染膏当中又含有5度的基色，又含有主色调的6的颜色，又含有什么副色调的颜色？副色调的比较少了，主色比较多。染膏当中的色素含量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色素含量是这样子。好的，那第3个是什么呢？第3个就是我们经常会染头发当中会用到的，我们称它为叫做什么呢？叫做0-00也好啊，900S 也好，什么就是染浅膏啊，统称染浅膏。那染浅膏里面的色素是什么呢？它是没有颜色的色素，它是透明色素，就是0-00啊，染浅膏这种东西，它里面是透明色素。但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染浅膏0-00，它里面它有大量的氨啊，有大量的氨，所以它能够非常力度很强的帮我们把头发给染浅。但是里面有没有色素啊？没有色素，那个色素是透明的哦。它的色素不是说没有色素啊，它的色素是透明的，就像我们那个指甲油，有些指甲油是什么透明的啊？它是透明的色素。OK， 那最后一个啊，第四个叫什么？叫纯色调。什么叫做纯色调？里面有没有色度啊？没有色度，就是没有基色，这个就是纯色调。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纯色调？12.11就是纯色调。这个最后这个就是12.11的这个染膏当中，这个染膏当中里面的色素是什么？没有基色，全部都是1的色调。那这个色调多还是少啊？其实不是特别多啊，只是我用这个代表一下，跟他们对比一下啊，它的色素是比较通透的啊，全部都是1的这些色素，没有基色，没有基色。OK。这就是染膏当中的色素的含量的区别啊。讲到这里呢，我再花一点时间给你们把这些，现在市面上有的都给你们大家讲一下啊。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哈，也不太了解。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染浅膏啊，染浅膏，还有一个是什么？稀释剂。这个稀释剂就是稀释膏啊，有很多的做这个行业做了很久的人都来去问我，老师什么是稀释剂？他压根儿就没见过稀释剂。那我在这里跟你们沟通一下，染浅膏和稀释剂到底有什么区别？染浅膏一般都是0-00啊，或者是90S，或者是每一个牌子不一样，但是我们统称为染浅膏。稀释剂是什么？稀释剂里面也是没有色素的。跟染浅膏是一样，它两个里面都是没有色素，都是透明的色素啊，我们都统称为叫没有色素好了，因为你也看不见在你头发上，都是没有色素。但是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染浅膏里面是有大量的氨的 ，OK， 它有大量的氨。稀释剂里面有没有氨呢？它是没有氨的，所以染浅膏是怎么样？可以染浅头发的。它的染浅头发的力度很强 ，OK， 那稀释剂没有氨，能不能染浅头发？不能染浅头发，哦，不能染浅头发。这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区别，这两个东西在本质上的区别。那好，那这两个东西到底我们怎么去添加在我们的染膏当中？什么时候使用？对不对？啊。第一，这两个都是没有色素的，它们都可以作为什么呢？冲淡染膏色素来使用。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染膏的色素浓度太高了，我想把这个色素冲得淡一点，染出来的效果更通透一点，这两个是不是都可以选择呀？都可以选择。但是呢，如果你选择染浅膏，它在冲淡色素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提升了什么？还提升了染浅力，还提升了染浅力哦。把色素冲淡了，但是染浅力也提升了。那如果你选择稀释剂去冲淡，那是不会提升染浅力，反而会降低了染浅力。所以针对于黑发上面，就是在比较深的头发上，你还想把头发染得比较浅，而且色素要冲淡，你选择什么？染浅膏。又想把头发染得比较浅，而且要把色素冲淡，一般都是什么？把这些色素比较浓郁的染膏
想变成日系的染膏，对吧？又染浅力要提升，又想把色素冲淡，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用染膏往里面加什么0-00或者染浅膏，加入这个东西。那如果你的头发的底色已经到位了，就是假如说你这个头发已经漂浅到位了，我不需要再染浅了，是不是？这个头发我已经到位了，就底色已经 OK 了，我不需要再染浅了。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可不是染浅膏了，就是什么？就是稀释剂了。为什么？稀释剂把你这个色素冲淡以后，是不是把里面的氨也怎么样？也冲淡了。氨冲淡了以后，是不是对这些有底色的头发它的影响就会变得什么？变得非常的小啊，对的影响所以染出来的头发就非常的健康，颜色维持的持久度就会怎么？就会非常的好啊。所以现在在市面上你会发觉那个头发漂完了以后，拿染膏直接往头上怼，一点痛感都没有的，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把色素冲淡用的是什么来冲淡呢？他用的是稀释剂来冲淡，明白吗？他用的是稀释剂来冲淡。如果他们用0-00冲淡，那个氨特别多，当你怼在头皮的时候，它就会怎么样？就会有刺痛的感觉，因为氨太怎么样？太多了。所以这是稀释剂和我们的染浅膏0-00它的使用方法。你什么时候使用稀释剂，什么时候使用0-00，好吧 ？OK， 这个我讲给你们了啊，希望你们记在脑子里，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啊，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好，来继续啊，那来我们看一下，除了我刚刚讲过的这个0-00以外啊，还有一个基色啊，就是我们说的基色，也通常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时候，染头发的时候也通常会使用基色。那这个基色我们什么时候来使用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了解一下基色。首先，基色是做什么用的？第一，基色是让我们来控制色度的，啊，是我们来控制色度的，就控制这个颜色的深浅度的，对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跟的地方怎么样？跟的地方如果染得太浅了，我们可以选择比它深一度的基色涂在上面，让颜色怎么样？稍微做深一点。第二个，基色是让我们来均衡盖白发的。均衡来盖白发，因为你加入了基色，所以整晚的染膏的遮盖力就会怎么样？就会更强，强了以后，针对于白发的遮盖就会怎么样？更好，好吧？然后第三个，基色本身也是一款颜色，有很多的人对这个概念呢不是很了解，就是基色它本身就是一款颜色，大家不要误会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看这个头发怎么染？这个头发就是把头发漂浅到9度，然后用9号的基色去染的。9号的基色本身也是一款颜色，8号也是，6号也是，7号也是。基色本身就是一款颜色哦，你完全就可以用基色去染头发，而且基色染出来头发也很漂亮。啊，能理解的啊，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基色只是加在里面的，不是，基色本身染头发也很漂亮，啊，也是一款颜色。好。然后呢，基色呢，它有一些特点，就是基色染出来的效果，它的褪色速度一定会慢。啊，如果你用基色去染这个头发，它的褪色速度一定会慢。啊，比那些有色调的一定会慢。啊，基色本身它的持久度就会更好。第二个呢，基色也还有什么作用？就是增加色素的饱和度，其实就是增加这个遮盖率。你色素的饱和度增加了以后，它的遮盖率就会怎么样？就会强。遮盖力就会强啊，所以基色呢有这么多的作用啊，你们通常都会在基色当中去怎么去使用？你可以直接用基色去染，也可以，你可以把基色加在盖白发里面，或者是调颜色里面都可以。那加在调颜色里面，它有什么作用啊？控制颜色的深浅度，对吧？也可以增加颜色的饱和度，甚至增加颜色的遮盖率啊，这就是基色的一个作用。好，在下面这个我们称它为叫做透明色。什么是透明色？就是我刚刚讲的0-00染浅膏，对吧？0-00染浅膏啊，它有什么作用呢？首先第一个，它可以提升色度，也就是染浅度哦。这个不应该用色啊，就应该提升染浅度。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染头发的时候提升染浅度啊。举个例子来说啊，我用这个图片好了。举个例子来说啊，看一下。把这个擦掉啊。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说啊，
你平常啊用你们店里的哪个染膏啊？假如说你平常用你们店里的6-77好了，反正随便对一个。你平常用你们店里的这个6-77这个染膏去染头发，染了很多头发，你会发觉说，老师啊，我觉得6-77这个颜色呀太浓了，我想用6-77这个颜色很好看，我想让它淡一点，染潜力强一点，我们就可以把什么在里面加什么0-00嘛，是不是？它提升了整个配方的染潜力，还怎么样？还冲淡了6-77染膏当中的什么色素。那有些人老师呢怎么加比例的？加多少比例由你来定。你可以1:1的加，你也可以怎么样？2:1的加，你甚至可以3:1的加，都可以，没问题。但是0-00加的越多，染潜力就会越强，冲淡色素冲的就会越厉害，好不好？后面会有详细的讲解，会给你们做测试。这就是我们说0-00的一个作用啊。OK。提高染潜力，又可以怎么样？又冲淡啊。